宗门挑选灵兽时，好吃懒散的我选了漂亮雀鸟，满心只想这只鸟可以带我到处飞着玩。而痴迷修炼的姐姐选了攻击力最强的白猫，却未曾料到这白猫整日只会晒太阳睡大觉，姐姐根本使唤不动它。这可把上进心极强的姐姐急坏了，却把我羡慕不已。只因本想当个废物的我，竟选了只神兽玄鸟。姐姐一心修行，盼着飞升，每日逼着我闻鸡起舞苦哈哈修炼，让我痛苦不堪。虽然在玄鸟的助力下，我的灵力确实提高不少，但奈何天赋实在有限，始终都跟不上玄鸟的步伐，以至于到妖族进犯时，玄鸟为了救我最终战死，而我也因拼尽全力护住姐姐，重伤之后便昏迷不醒。再睁眼回到选灵兽这天，这一时我抢先抱住白猫，七长老一脸不赞同。这只灵兽比雀鸟早出现，灵性定比雀鸟强，应该给灵根更好的姐姐。姐姐宠溺地摸摸我的头，笑着说：木木是真的喜欢猫吗？我猛点头，我就想要猫猫。好，那就给你。选定灵兽后，七长老本就不喜欢蠢笨的我，看我跟姐姐抢灵兽更加不满，休息讲课不让人喊我，脏活累活都派给我。姐姐护着我，每次上完课都要给我开小灶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其实我更愿意去干活。他们上课时，我就在后山里乱窜；下山采买东西时，我就到处逛玩，不知多逍遥自在。事实证明，姐姐和玄鸟才是绝配。上一世，玄鸟用了3年才靠自己觉醒；这一世，她和姐姐灵根契合，两人修行突飞猛进，才1年便觉醒成神兽。姐姐怕我不开心，想来安慰我。正撞上我跟白猫在后山烤鱼，我邀请姐姐和玄鸟一起吃，玄鸟满脸嫌弃的拒绝。好在我早对她的冷言冷语免疫直接忽略，拉着姐姐坐下。姐姐看我丝毫没有不开心，才放心地说：你最近在干什么？神出鬼没见不到人。我怕她抓我回去考功课，忙说跟白猫在山里找到一处灵力特别充沛的地方，天天都在认真休息呢。玄鸟冷哼一声说：你当昭昭是傻子吗？信你这鬼话？我白他一眼，管你屁事！还没出口就听姐姐说：我信啊，木木不会骗我。看玄鸟一脸被噎住的表情，我大笑出声，搂着姐姐一通乱蹭。姐姐最好了，她摸着我的头说：我感觉得到你的灵力有所增长，说明真的有在休息，那我就放心了。玄鸟嗤之以鼻，哼，再修炼也比不上昭昭一根手指，你马上就要突破7级之境，他还在4级打转。白猫在我身边懒懒开口：4级怎么了？我们过得逍遥自在，不知多快活。你跟鸟这么勤奋，难不成想当鸟人啊？我没理会这俩一见面就掐的鸟猫，开心的看着姐姐。要知道整个门派里突破7级的也才10多人，而且从未有人在姐姐这个年纪就到达7级。七长老没说错，姐姐果然是100年难遇的天赋异禀。这次终于没有浪费姐姐的天赋和玄鸟的灵性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姐姐突破7级之后和玄鸟更加契合，两人的灵力1日千里。短短3年时间，姐姐居然到了9级之境，而七长老用几十年才在3年前到10级真境。七长老说我：你长这么大做的唯一好事就是没选玄鸟做灵兽。每听到门里有人说姐姐大概率是下一任掌门人，我都要开心的连吃3顿水晶肘子，因为到那时姐姐定会护着我，再没人逼我做不喜欢的事。我不喜欢的事有很多，排第一的必是修习法术，不知为何别人练个几遍就会的法术，我练几10遍都不会。每到这时，就会有人说姐姐在娘胎里把灵气吸光了，所以我才这么蠢笨。我讨厌他们这么说，姐姐聪明和我笨有什么关系？自那以后，我再没有和同门们一起修习，只带着白猫在山里自己修炼。上次没骗姐姐，我和白猫真的找到一个灵力充沛的灵洞，里面有一汪灵泉。当然了，我根本感觉不出灵力充沛不充沛的，是白猫说的，我只是觉得在这个洞里睡觉特别舒服，连做梦都是美梦。我问白猫：你怎么知道这里灵力充沛？因为他平日比我还懒，我好歹时不时背些法术密语，他整日只知道吃饱晒肚皮。他说：好歹咱是灵兽，一进这个泉洞，浑身毛孔都被抚慰，比待在娘胎里还舒服。我虽然怀疑他根本没在娘胎里待过，但还是信他，因为他确实比我厉害。我抓不住的雀儿，他一爪子就能扑死；我追不上獐子，他能从天而降把獐子砸晕。被野猪追，他驮着我还能跑得像飞起来。是的，他不知不觉竟然大到能把我驮起来了。小时候是我把他抱在怀里睡，现在我睡在他怀里，被子都不用盖，暖乎乎的。我们门派叫千峰门，因为地处山林间，后山有数不清的山峰林立，大家都不敢走太深，怕在里面迷路。但我最爱的就是在山林里探险。这几年我和白猫几乎把所有山都跑遍了，天天换着地方住，见了好多奇值异兽。我2辈子加起来都没这么快活过，以至于我玩得忘记今夕何年，不知天上人间，自然也没注意，已经快到上一世妖族来犯的时候了。在我疯玩的这些年，姐姐却像赶时间似的，休息越来越勤勉，动不动就闭关几个月半年。等我在山下城镇逛到花满楼里的姐姐们都嫌我烦时，我又回后山疯跑，结果可爱的小动物们也不出门了。我和白猫躺在林子里晒太阳，无聊的揪着它的毛玩。突然想起姐姐似乎很久没有抓着我考功课，也没有把我从山里逮回去洗干净了。我爬到白猫的肚子上吃果子，晃着2郎腿问他，我是不是很久没见到姐姐了？白猫懒洋洋回我7个月09天。居然记得这么清楚。我思考了一下，由震惊变怀疑，你是不是暗恋那只玄鸟，所以才记得这么清楚？白猫肚子一鼓把我顶到空中，我不慌不忙在空中翻个面，又掉回那团柔软里，舒服的不想起来。我把脸埋在它的毛里蹭蹭，那不然为什么？它懒洋洋的舔着爪子，半天才说，那是玄鸟化人的日子，从那天之后，你姐姐就没来找过你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哦，你是羡慕玄鸟化人了，你们同一天成为灵兽，他已经觉醒成神兽又化人，而你只是从灰猫变成了白猫，哈哈哈！我无情的嘲笑他，忘了自己也与姐姐天差地别了。谁羡慕他？跟知花孔雀似的，我如果化人，一定比他帅得多。
我挠挠白猫的毛，我相信你，但你都不休息，怎么可能画人呢？我们两个还是安心做漂亮的废人和可爱的废猫吧。是帅猫。我从白猫身上下来，整整衣服，走吧，我们回去看姐姐，我想她了。回到门派里，我敏感地发现气氛有些不对，等找到与我关系好的师兄严无极才知道，原来是姐姐要继任门派掌门了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。我转头往姐姐的院子跑去，没听到师兄在后面说了什么，但我扑了空，姐姐没在院子里，抓个人问才知道她在齐长老那。门派里我最害怕的就是齐长老，平时绝对不会去他那里，但姐姐要当掌门的喜悦冲淡了害怕，我直接冲到齐长老的门前，却发现门关着，正要离开时，白猫说屋里有人，我嗅到了八卦的气息，和白猫交换一个眼神，它瞬间变回小猫，我把它抱进怀里，蹑手蹑脚走到窗边蹲下，我第一次听到齐长老的声音这么沉重。妖族最近异动频繁，有传闻说妖族九皇子要觉醒了，如果是真的，他们定会来寻仇。20年前那一战，我们千锋门损失惨重，这些年里年轻一辈只有你一人达到9级之境，7级以上的也只有12人，根本抵挡不住妖族进犯。是因为妖族要来了吗？时间居然过得这么快。我回忆了下，上一世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，我15岁这年。姐姐语气冷冷的，虽然我对外一直宣称刚突破9级之境，但其实我已入10级真境。齐长老意外又惊喜，你居然到10级真境了。上一世我们和妖族大战时，我勉强才到6级，姐姐也只有7级，在妖族面前简直不堪一击，但现在姐姐到10级真境了，这次我们肯定能击败妖族。我高兴地凑到白猫耳边想说话，又听到姐姐开口道，我会尽全力保护千锋门的同门们，但齐长老木木他法力低微，什么都不懂，不该承担这么重的责任。可仅凭你一人之力，如何与整个妖族对抗？你们同为双生子，你日夜修炼直入真境就维护同门，而他……不待他说完，姐姐扬声打断，我之所以日夜苦练，这么快进入真境，全是为了保护木木，无论何时，他的安危在我这里都排第一。齐长老如果不想我出事，就不要打我妹妹的主意。我听得云里雾里，不知道妖族与我有什么关系，姐姐为何会因为我同齐长老争执起来？不待我想明白，就听到姐姐的脚步声靠近，她要出来了。我把白猫往外一扔，它在空中变回原形，我扑上去抱住它的脖子，一个跨步就飞进隔壁院子。院子里正在洒扫的小童看到凭空出现的一人一大猫，险些吓得坐在地上。我和白猫沿着小路回姐姐院子，却没见到人，想是她离开之后去了别处。猫猫，你说妖族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法力这么低微，有什么值得齐长老打主意的呢？白猫，猫猫，你说妖族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法力这么低微，有什么值得齐长老打主意的呢？白猫静静趴在我旁边没有说话，也是我都想不明白的事，他更不行了。直到掌灯时分，姐姐才回来，看到我在院子里荡秋千，有些意外。她眉头一皱，木木怎么回来了？你可是听说什么了？我笑着上前搂住她胳膊往屋里走。是啊，我都听说了。她步子一僵，我只当不知，继续说，姐姐你要继任掌门了，这么大的好事居然不告诉我。姐姐暗自舒了口气，才笑着道，最近事儿多，忙忘记了。你倒是消息灵通，来得很及时，继任典礼还有几天呢？我得意地看着她，那当然，就没有我凑不上的热闹。姐姐虽然在我笑，但藏在眼底的担忧我看得很分明。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把白猫扒拉起来陪我聊天。你知道妖族9皇子吗？白猫懒懒地看我一眼，知道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他的声音与平时不太一样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居然知道。我还是上一世死之前才知道妖族9皇子的存在。自古以来，人族和妖族都水火不容，但因互相不能全部歼灭，所以保持着微妙的平衡，此消彼长，你强我弱，来回拉锯，时不时就有小摩擦，不过一直没有大战爆发。直到20年前，妖族9皇子基银的出现打破平衡。基银号称有着100年来妖族最强妖丹，一直潜心修炼，从未现世。他一出现就接连突袭好几个人族门派，那些门派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几乎都被灭门。基银此举激怒人族，经过商议，各大门派决定联合起来反攻妖。基银此举激怒人族，经过商议，各大门派决定联合起来反攻妖族。但他们没想到，基银的真实实力远比他表现出来的要强得多。听说那一战持续1年多，各大门派损伤无数，几乎所有精锐都损失殆尽。再僵持下去，人族要被耗死。为首的9大门派掌门人商议，决定以命换命。最后9位掌门人耗尽心力把基银的妖丹打出，妖族带着昏迷不醒的9皇子撤退西战，而人族为这次大战付出惨痛代价，既没有再追击的余力，也没有寻找下落不明妖丹的心力。9位掌门人牺牲了5位，其中就有我们千锋门掌门。这20年来，齐长老暂代掌门，但一直不以掌门自居。他说自己没资格，直到姐姐出现，他说终于看到振兴门派的希望。而妖族9皇子自那以后销声匿迹，生死不知，但我知道他没死。上一世妖族来犯时，9皇子便出现了。他虽然没了妖丹，但又重新修炼妖术，如果被他找回妖丹，妖力怕是更胜从前。上一世我死得太早，不知最后结果如何，但我猜应该不会太好。各大门派被重创后，虽然一直休养生息，但修炼太过依赖天赋，我没听说哪个门派出现了天赋异禀之人。这次就不一样了，姐姐有了玄鸟助力，加上自身天赋异禀又潜心修炼，我相信他打那个没有妖丹的9皇子肯定没问题。姐姐今天跟齐长老争执，怕是担心我法力太低，到时候有危险，但我可以不出现呀。姐姐今天跟齐长老争执，怕是担心我法力太低，到时候有危险，但我可以不出现呀。
只要大战时我不往前凑，师兄师姐们肯定能帮姐姐打赢。不是我胆小退缩，而是我有自知之明，上去也只能拖姐姐后腿。只要我藏好不让姐姐分心，就是帮她大忙了。想明白之后，我就安心去睡觉。没听到白猫深深叹了口气。掌门继任大典时，姐姐说了妖族异动的消息，让大家都勤加修炼，做好随时应战准备。姐姐让我不要再往山里跑，老实待在门里。她要亲自督促我修习法术。我也第一次见到玄鸟化人的样子，我和她相看两厌。她斗嘴又说不过白猫，跟着姐姐去看我2次后就不再去了。只有她化人后，白猫去看过她的样子，回来跟我说像只花孔雀，但它不是我想象中花花绿绿的样子，反而还挺帅，黑发里夹杂着孔雀蓝绿色，所以白猫说它像花孔雀。姐姐每日监督我修习，我以为玄鸟又要像以前一样对我冷嘲热讽，没想到它出奇的安静，只在旁边看着姐姐教我，眼神沉沉。姐姐曾去我说的全洞看过，她和玄鸟都感觉不到有灵力存在，但我的灵力确实一直在增强。姐姐说可能是只对我有效，也是一种缘分，托灵泉的福，我的灵力很充沛，但我学东西还是很慢。白猫曾说我的法术配不上我的灵力，现在看来是对的。在姐姐的指导下，我的法术勉强突破6级时，魔族也同上一世一样来了。在姐姐的指导下，我的法术勉强突破6级时，魔族也同上一世一样来了。得到消息时，姐姐肉眼可见的焦躁不安，玄鸟安慰都不管用，她走哪都要带着我，好像一个看不到我就要被人嘎了一样。我不知道姐姐为何这么焦虑，但是她这状态去应敌定会分心，我只能跟她说我的计划，藏起来。我再三跟姐姐保证，定会躲得远远的，藏得严严实实，远离战场，让她不要为我分心，专心把那个妖族9皇子打趴下，还在心里补了一句为我上辈子报仇。姐姐亲眼看着我藏进泉洞，确认这里在错乱的山峰中，外人不易找到，才安心离开。白猫陪着我待在灵洞里，静静听着外面动静，但这洞实在太过隐蔽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简直掉针可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有点坐不住，不知道外面如何，姐姐有没有受伤。我忍不住让白猫出去探消息，她动作敏捷，速度快，一来一回想必花不了多长时间，但白猫不愿意。她说我是你的灵兽，必须寸步不离地跟着你。我说服不了她，她也劝不住我。最后我决定去远远看一眼，只要确认一下姐姐安危就好。走到洞口时，白猫还在我后面絮絮叨叨让我别去，直到我突然停下，他一头撞上我后背。洞外有人，一个满头紫发身着红衣的年轻男子站在洞外不远处的大石头上，是妖族9皇子姬莹。上辈子洞外有人，一个满头紫发身着红衣的年轻男子站在洞外不远处的大石头上，是妖族9皇子姬莹。上辈子我根本没近他的身，就被其他妖族重伤，在我死之前越过姐姐的肩膀，远远看到他缓缓走过来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他眼里竟然没什么敌意，开口还带着笑，竟然躲在这里啊，让我一通好找。白猫走到我面前，庞大的身躯把我挡得严严实实，但我看到他背上的毛全都炸起来了，是防御姿态。灵兽是个小猫啊，可惜和小女孩一样，灵力低微。没有恶意，是因为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可爱的小猫，我不想杀你，你让开，我拿了东西就走，你再换一个新主人如何？白猫最讨厌别人说它可爱，果然，只听他说一句是帅猫，便整个飞扑出去，我紧随其后跟上。虽然我只有6级之境，但姬莹没有妖丹，即使妖术再高，也只是普通妖族水平。我们2打1不是没有胜算，但我忘了，妖族就是妖族，阴险狡诈是他们的本性。姬莹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我和白猫一离开泉洞，便有10多个妖族从天而降，将我们团团围住。这几个妖族明显不是小喽啰，妖力不低，我们只能勉强应付。正缠斗时，我的心脏突然一阵剧痛，如同被人狠狠攥住。白猫察觉我的异样，边攻击边护着我，左肢右处有些招架不住，一时大意被对方找到破绽，我腹部受伤，从半空中落下来。姬莹从开始就在旁边观战，没有出手，直到看到我掉落才提剑直冲我而来。行至中途被白猫拦下，白猫挡在我面前，喉中发出低吼，他身上有明显血迹，定是受了伤。姬莹挥手，其他妖族再次一拥而上，白猫只得与他们缠斗。虽然看到姬莹又举剑冲我而来，却没法脱身，我勉力起身接下姬莹一击，再次翻身落地，心脏又是一阵剧痛，再也无法站立。姬莹等的就是现在，他轻笑一声，胜券在握般朝我走来，剑尖在地上划出刺耳声响。就在他的剑要刺进我心脏时，我听到姐姐的声音远远传来，木木，是姐姐和玄鸟到了，但太晚了。姬莹的剑已经划破我的衣衫，我朝着姐姐的方向露出笑容，这一次我又要先走了，但这些年我过得非常开心，也不算白活一次。姐姐一定要长命百岁，早日飞升。我闭上眼睛，准备接受命运，却听到一声虎啸，感觉身下的地面都跟着震颤一下。我眼前一花，刚刚还站在面前的姬莹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纯白色的老虎。老虎身躯巨大，一个爪子比我头还大，而姬莹正被它按在爪下。我呆愣一瞬，环视四周，发现白猫不见了，犹犹豫豫看着白虎叫了一声猫猫。它扭头看我，眼中厉色未消，但也有我熟悉的温柔。白猫居然觉醒成神兽白虎了，我没来得及惊喜和高兴，心脏又一阵剧痛来袭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再次有意识时，我感觉脑子要炸了，缓了好一会儿才昏昏沉沉睁眼，眼前一片模糊，隐约听到有人在旁边说话，仔细分辨半天，才听出是姐姐和齐长老。齐长老刻意压低的声音充满愤怒：一日不毁去妖丹，那姬莹就绝不罢休。倘若真被他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还想20年前的悲剧重现吗？即使你想，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再次赢他。你这要是要弃所有无辜人族的安危于不顾，他们无辜，木木就不无辜。
辜吗？凭什么要用木木的命换别人的命？更何况那姬莹现在并非我的对手，能打赢为什么还要牺牲木木？牺牲我？齐长老要拿我的命换姬莹的命，我头疼的厉害，根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。许是我无意识间发出呻吟声，打断了姐姐和齐长老谈话。姐姐快步走到床前，低声问我：木木，你醒了？可有哪里不舒服？齐长老也过来看我，随后吩咐人去喊大夫。姐姐，白猫，我的喉咙干得厉害，说话都是沙哑的。姐姐端了水扶我起来，为我说：他觉醒成神兽白虎了，之前一直守着你呢，刚被玄鸟叫走，我马上找他来。不等姐姐去找，他就来了，还是原来白猫的样子，跳上床舔我的手。去找，他就来了，还是原来白猫的样子，跳上床舔我的手。不是觉醒成白虎了吗？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白虎形态太大了，还是做猫方便。我没细想他说的是做什么方便，趁着没人悄悄问他，我刚刚听到姐姐和齐长老说拿我命换什么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不等他回答，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，泉洞那么隐蔽，姬莹怎么会找到我们的？白猫蹭蹭我的手，你先安心养伤，等你伤好了再说。有我和你姐姐在，没人能对你做什么。等我伤好，泡在灵泉里休养时，白猫终于告诉我怎么回事。我和姐姐是无父无母的孤儿，门派有人在千峰林里的灵洞附近发现在襁褓中的我们，带回门派养大。姐姐继任掌门前，齐长老得到魔族异动的消息时，还得知另外一个消息：20年前姬莹丢失的妖丹被人吞噬，那人就在我们门派。姬莹要拿回妖丹，齐长老调查很久，才确认是我们的母亲在怀孕时误食妖丹。她只是个普通人，禁受不住妖丹的妖力，提前生下我和姐姐便撒手人寰。姐姐灵根受妖丹影响，学习法术天赋异禀，而我们出生时妖丹进入我的体内，反而压制住我的灵根，所以我学东西都比别人慢。齐长老知道这件事后，第一反应是把妖丹毁掉。姐姐知道后与他发生争执，被我听到。妖丹一直用我的心脏养着，姬莹感受得到，但她20年前被重创，一直在养伤，现在终于恢复一点妖术，要来取她的妖丹。但她20年前被重创，一直在养伤，现在终于恢复一点妖术，要来取她的妖丹。这么多年，妖丹早就扎根于我的心脏，取走妖丹我必没命。我也理解齐长老，他经历过20年前的惨战，如今能用一个我换人族安定，搁谁都知道该怎么选。上一世我死前看到姬莹走向我是真的，他是来取妖丹的，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拿到。我都死了，想必应该是拿到了吧。姐姐这几日每天都要来看我一次，玄鸟也跟着。我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我身上有妖丹的事，所以才对我有点好脸色了。他没理我，可是你这样好像对临死之人的临终关怀啊。他慌乱地看着我姐姐，结结巴巴解释：我没有，你别胡说，我没说你要死了。姐姐听到死字，眼里闪过冷意。玄鸟紧接着道：有招潮和我在，没人能动你一根手指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姐姐摸摸我的头，木木放心，姐姐现在很厉害，一定能保护好你。我不忍心姐姐为了我背负上弃天下人于不顾的骂名，犹豫很久，还是告诉她我是重生的。其实上辈子我就是死在姬莹手中，我想这可能就是我的命，重生一次也改变不了，我已经接受了。姐姐错愕地看着我，你也重生了？也，难不成姐姐你？我以为只有自己重生了，没想到姐姐也是。姐姐眼睛瞬间就红了，抱着我落下泪。上辈子我眼睁睁看着你死在我怀里，却无能为力，老天给我重活一次的机会，我发誓一定要护住你，而且你还把神兽玄鸟让给我，给我重活一次的机会，我发誓一定要护住你，而且你还把神兽玄鸟让给我，我勤学苦练一天都没懈怠过，终于没有辜负你和玄鸟，进入10级真境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没有你我重活一世还有什么意义？木木不要认命，你相信姐姐，我一定能护住你。原来上一世我死后姐姐被同门救下，姬莹是冲着我去的，没有管姐姐，但她亲眼看到姬莹挖出我的心脏，取走妖丹。姬莹要重新适应妖丹还需些时日，而且妖丹被我的灵根侵染，她吸收得很不顺利。姐姐找机会偷偷离开门派，潜入妖族，想趁着姬莹虚弱为我报仇，然而她一剑未能将姬莹刺死，反而被姬莹重伤，关在地牢中没多久就死了。玄鸟和白猫惊诧地看着我和姐姐，半天才消化这个消息。所以你知道我会觉醒成神兽，还把我让给昭昭。所以我上辈子到死都没觉醒成神兽，你以为我就是只猫？玄鸟和白猫同时开口，我擦擦脸上的泪，嫌弃地看着玄鸟，老天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，我当然要摆脱你，再也不用忍受你的折磨了。姐姐也开口对白猫道：许是我们真的不契合，互相磨合不好，无法给彼此提供助力，我现在才知道你居然是神兽白虎。玄鸟和白猫相对无言，只能感叹都是命。可齐长老说的对，妖丹一日不毁，姬莹就不会罢休。他一直躲在妖族后面，我们很难灭掉所有妖族把他杀了。还有件事我没有告诉姐姐，怕她担心，件事我没有告诉姐姐，怕她担心。姬莹即使没有拿走妖丹，似乎也可以控制妖丹影响我的心脏，那几次剧痛应该是她做的。我会因为心脏剧痛而死吗？伤彻底好了，我就搬回门派里住。姐姐放心，我也可以顺便查阅典籍，看有没有记录我这情况的。姐姐说她已经翻遍所有书籍了，但也许会有疏漏，让我再认真看一遍。我知道她只是安慰我，让我有点事做。不过我确实又看了一遍，因为跟她看的重点不同。她想知道我如何才能吸收掉妖丹，我想知道妖丹与原主人的联系是否能切断，切断有什么后果。自上次一战，姬莹被姐姐重伤，妖族又变得平静起来，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平静不会太久。我主动提出要去泉洞里修习法术，姐姐虽然不放心，但我变强一点就安全一点，只得答应。我最近新的乐趣是让白猫变回白虎，虽然摸着不如猫手感好，但是高大魁梧，跑在林子里有种万兽之王的爽快。我趴在他背上问他什么时候能幻化成人，他嫌弃地说：那得你加把劲，给我助力才行啊。我豁然坐起，扑通一声跳进灵泉，溅了白猫一身水。我现在就休息，定要看你画人是不是比玄鸟帅。我最近越发喜欢泡在灵泉里，会比在岸上舒服，修习法术也会更快。我2辈子加起来都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勤奋的一天。当我在洞口看到齐长老时就知道姬莹又要来了，洞口看到齐长老时就知道姬莹又要来了。齐长老看着我，眼神沉重。木木，这些年我对你不好，你怪我也好，恨我也罢，
我都受着，但你姐姐是百年难遇的奇才，是振兴门派的希望，这么年轻就入10级真境，再过10几年能飞升也说不定。你忍心看着她冒着死的风险去与妖族厮杀吗？看我没说话，他接着道：即使他真的能把姬莹杀掉，妖族也会为他报仇，接着就是无休止的杀戮，要死多少人，你姐姐也会因为应对无休止的妖族而失去飞升的修炼机会，这是你想看到的吗？齐长老没想到我还是无动于衷，痛心疾首地说：我拿我的命跟你换，行吗？我冷冷开口，我不要你的命，我只要自己的命，但也不会让姐姐为我而死。我不认命，要为自己争一争，争完之后结果如何，我都自己受着。齐长老脸色灰败地离开，问我打算怎么做？我走出泉洞，看着天上飞过的鸟，我还没看到你画人呢，不会死的。离开泉洞准备去门派时，正碰上来寻我的姐姐，她说姬莹来了，让我不要离她太远。离开泉洞准备去门派时，正碰上来寻我的姐姐，她说姬莹来了，让我不要离她太远。我站在人群里看着躲在妖族后面的姬莹，她对上我的视线，玩味一笑，只见她手指微动，我的心脏便是一痛，我没有表现出来，面无表情地盯着她，她挑挑眉便移开视线看向姐姐，姐姐的心都在保护我上，只看着其他人混战没有参与，但随着越来越多人族受伤，她终于看不下去，交代我一定不要离她太远，便飞身加入战局。玄鸟紧随其后，我观察一会儿，发现所有妖族都冲着姐姐去的。姬莹是想消耗姐姐的法力和体力，姐姐很快也发现她的意图，让玄鸟接替她，自己从混战中脱身而出，直冲姬莹而去。她边打边进，离姬莹越来越近，眼看就要到姬莹面前，她终于坐不住，姬莹飞身而起，在半空中不知念了什么，我的心脏剧痛起来，再站不住弯下了腰。姐姐发现不对，回身看我，脸色一变就要回来，但姬莹抓住此时破绽，举剑刺向姐姐。玄鸟画出原身飞向她，却只来得及接住背后中箭的姐姐。姐姐，我大喊一声，硬撑着起身飞至空中。姬莹被我吸引住视线，却又犹豫不决，不敢上前。她要想取妖丹，就必须靠近被同门们围住的我，即使我因心脏剧痛而死，她也要碰得到我的尸体才行。玄鸟带着姐姐回来，我看到她躺在玄鸟怀里，背后衣衫被血染透，但她还是强撑着站起来。玄鸟带着姐姐回来，我看到她躺在玄鸟怀里，背后衣衫被血染透，但她还是强撑着站起来，朝着我喊：木木，回来。我朝着她笑，姐姐，从小到大都是你照顾我保护我，也该我保护你一次了。齐长老有句话说得对，只要妖丹不毁，姬莹就不会罢休。姐姐现在已经知道姬莹可以控制妖丹伤害我，我只会成为她的掣肘，甚至威胁。我已查过典籍，要想切断主人和妖丹的联系，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我把妖丹完全吸收，但我灵根被妖丹压制，实在聚集不了足够多的灵力吞噬掉妖丹。如果等我慢慢聚集灵力，等到老也不一定够，何况姬莹不可能等那么久，她一定想尽办法用我威胁姐姐，伤害姐姐。第2个办法是从心脏中毁掉妖丹，妖丹已经与我的心脏融合一部分，需要强行把它从心脏中剥离出来再毁掉，后果就是生死由命。我没骗白猫，真的活着见到他画人的样子了。我用法术将妖丹剥离出来，喧闹的战场逐渐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盯着我手中隐隐发光的妖丹，我听到姐姐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木木不要，我听到玄鸟第一次喊我木木，让我不要做傻事，我听到师兄言无极声音充满惊恐。木木，你在做什么？我看到齐长老双拳紧握，眼神复杂。我也看到一只白狐闪电似的飞至空中，幻化成人，眼神满是痛苦的朝我喊木木。我也看到一只白狐闪电似的飞至空中，幻化成人，眼神满是痛苦的朝我喊木木。白发蓝瞳，身形飘逸，是我想象中的样子。他会画人，我一点都不意外，毕竟他总是趁我睡着偷偷修炼。上次我受伤后，他坦白说随着与我灵气加深，早在妖族第一次来袭之前就察觉到我身体里的妖丹，偷偷调查之后才知道是姬莹的。自那以后，他就背着我偷偷努力，想早日觉醒保护我。此时那双蓝瞳中除了担忧、害怕，还有怒意，定是生气我没跟他说就自作主张摧毁妖丹。但我知道他会原谅我的，每次我惹他生气之后，顺毛他就呼噜呼噜原谅我了。我转头看向姬莹，他愤怒又恐惧地盯着我手中的妖丹，踟蹰不前。我朝他微微一笑，学着他的样子动动手指，他不顾部下阻拦，拔地而起朝我飞来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妖丹化为齑粉，湮灭于我手中。白猫闪现至我身前，堪堪挡下姬莹刺向我的剑，抬手将他击落，而后回身捞过我飘落的身体，窝在熟悉的怀抱里，闻着他身上的味道，前所未有的安心。我心疼地看着他蓝色眼瞳中阴出血色，抬手触碰他俊秀的脸，笑着说：你果然比玄鸟帅，可惜以后就是别人的了。他轻轻用脸蹭着我的掌心，声音哽咽：我只会是你的灵兽，如果你死了，我就跟着你死，轮回路上也要缠着你。这是他第一次说漂亮话哄我，我听得很开心，抬手摸摸他柔顺的白发。这是他第一次说漂亮话哄我，我听得很开心，抬手摸摸他柔顺的白发。看到他身后哭红双眼的姐姐正被玄鸟搀扶着艰难醒来，姐姐跪在我旁边，颤抖着手不敢碰我，嘴里喃喃道：为什么重来一次还会这样？我想说姐姐不要伤心，我这些年比上次一辈子都开心，能再次做她妹妹我很幸福。如果有下一次，我要做姐姐，她做妹妹，我会像她对我那样宠她、爱她、照顾她、保护她。可我实在没力气说话了，好在妖丹没了，姬莹死了，这世上再没有能伤害威胁姐姐的了，真好。我朝她露出灿烂的笑，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到我说的姐姐再见。我可能又重生了，这次是大概生在婴胎时期。我感觉自己正泡在水里，意识混混沌沌，时而清醒，时而迷糊。清醒时想姐姐是不是就在我旁边，和我一起等着出生呢？迷糊时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在轮回路上，所以才一片混沌。有一天，我突然能睁眼了，适应光亮后，我环视四周，发现自己确实泡在水里，不过不是娘胎里，而是我熟悉的灵泉里。没死吗？我扭动僵硬的脖子，看到旁边还躺着一个人，不，一只猫，白猫。
他都化人了，怎么还是喜欢变回猫？第一个发现我醒的是玄鸟，他磕磕巴巴说姐姐一直守着我，有紧急的事必须处理，才刚离开一下，换他来看着我。姐姐来得很快，我还没把僵硬的脖子扭回原位，他已经冲过来抱住我。姐姐来得很快，我还没把僵硬的脖子扭回原位，他已经冲过来抱住我，温热的眼泪流进我的衣领，好半天都没说话。我吸吸鼻子，蹭蹭他的脸，姐姐我是不是成残废了？怎么都动不了？他扑哧一声笑了，擦擦眼泪看我，你的经脉都好好的，只是太久没动，身体僵硬罢了。我每天都有帮你按摩，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。我放下心来，如果变成不能动的残废，我宁愿死了。奇了怪了，我们说了半天话，白猫居然还在睡着。我艰难地扭头看他，姐姐顿了一瞬才说，他救了你，和你一样陷入昏迷，不知什么时候能醒。那日白猫将自己一半的心脏填入我的体内，许是因为我们的灵气，我竟真的靠着他一半的心脏保住命。姐姐找了很多人来医治我们，都说无能为力，最后只能把我和他一起放入灵泉里，希望灵泉能帮我们聚集灵力。没想到我竟真的醒了，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好身体，但因为只有一半心脏，以后都不能修习法术。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我每天都在泉洞里陪着白猫，和他讲今天干了什么，每次都问他什么时候醒啊。冬去春来，我醒来都1年了，白猫还是睡着，我终于等得不耐烦，在他耳边说姐姐已经和玄鸟成婚，我也该嫁人了。他们给我介绍了好多青年才俊，都要挑花眼，你再不醒就要错过我的婚礼了。如果你醒来，我就嫁给你。这天夜里我在泉洞睡得迷迷糊糊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扎我脸，痒意难耐，我烦躁地睁开眼，正对上一双蓝瞳。我都听到了，喵。